今天一早，一位网友收到了父亲发来的视频。老人说，每当外面起雾，他在公路右侧的路牌旁总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起初他以为那只是路人，开车都会下意识地打方向盘去避让。可奇怪的是，每当车子靠近，那个人影就会消失。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眼花了，于是拿起手机拍了下来。虽然画面很模糊，但如果你仔细看，就在那块路牌的右侧，靠近白色边线的地方，有一个黑影静静地站着，没有动作，没有形体，只有那种模糊的人形轮廓。有人说那只是光线折射或雾气幻影，可视频里的他怎么看都更像是一个人啊！只是没人知道那条路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了。当时一家酒店的清洁人员正在准备打扫房间，可门刚打开，里面的东西就把工作人员给吓坏了。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不少观众都献出了自己的猜想。有人觉得他见鬼了，还有人说他开门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被吓到了。当然还有更恐怖的，说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一具尸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画面至今无法用科学去解释，有些故事只敢在夜里轻声讲述。如果你看到这里能动动手指点个赞，我会在这里向你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又惊悚的记录，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还有，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请留言下来。你的一次点击就是支持我们继续揭开更多未知真相的力量。就在几天前，一位女士分享了自己家中发生的诡异事件。一直以来，她都以为女儿只是患上了夜惊症，每到半夜，孩子都会突然尖叫、哭喊。她和丈夫都以为那只是噩梦，于是每次发作时，他们都会拿起手机录下这一切，准备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画面中这段孩子的哭喊就是上周日拍下的。那对夫妻说，我们几乎试遍了所有的办法，香薰、摇篮曲、开着灯，甚至把卧室的门敞开，让他知道我们就在隔壁。可无论怎么做都没用。起初他以为这只是女儿的心理问题，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Come on, you're a big girl. You're a big girl. It's okay. There's the vent right there, baby. See? The vent pushes the door. You're fine, okay? Are you a big girl? Feel scared, just remember. Baby Lenny's here, Mommy's here. We're all gonna be together in the same house. It's gonna be okay. Let's go to bed. What's wrong, Cora? Sweetie, what are you afraid of? You're scaring me, honey. I don't see anything. 窗户的突然关闭，让妈妈终于明白了女儿那些夜里哭闹的原因。
这并不是孩子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收拾东西，打算尽快搬离这栋房子。如果短期内还找不到新住所，他们至少会让女儿换一个房间睡。哦，还有，不知道你听没听到有一阵奇怪的说话声。 It's okay. It's okay. 有许多观众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说真是一个好姑娘。其实从画面中我们仔细观察小女孩，就会发现小女孩一直在恐惧什么，可能她早就意识到了吧。后来女士又对房间进行了调查，这一次她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To demonstrate how they are closed. It's not electronic, it's not battery powered, it's That's not creepy. 据这位妈妈描述，当时她察觉到背后好像有什么，就转身看了一下，就看到这扇门自己打开了。在7年前的一个下午，一个小孩子对奶奶说，他今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迪尼，但他的奶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附近有一个叫做迪尼的人。后来孩子拿着自己的儿童相机给奶奶看，说他还拍摄了自己和迪尼一起玩耍的画面。起初有些人认为那是孩子的母亲，但事实并非如此，母亲根本就没在家，去上班了。而且这附近根本没有一个叫做迪尼的人。更诡异的是，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屋子里开始频繁出现女人哭泣的声音，特别是在深夜。最终这家人被吓得决定卖掉房子，搬离那里。这是一位屋主在几天前拍摄的一些照片，他是这样描述最近的一些经历的。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些非常不对劲的事。一开始只是家里的灯，有时我和未婚妻在视频通话，灯光不是闪烁，而是自己开自己关，一下一下的反复。我当时还对着镜头给他看，我们都以为是电路问题，就没太在意。可后来我开始感觉到家里有别的人，橱柜上的东西会自己掉下来。奇怪的是，每次掉的都是同一个物品。有时空气里会突然出现一股冰冷的气流，可门窗明明都是关着的。几个月后，我去加拿大见未婚妻，她说我晚上会说梦话，但那声音不像是英语，更像是某种低语，而且我的眼睛是睁着的。她试图叫醒我时，但我却突然开始打鼾。3天前我回到家，那几晚我都能听到后门的敲击声，还有脚步声。有一晚我起夜路过走廊时，看见一个黑影，我本能的拿起手机拍照，后来调高曝光度，结果在照片里真的出现了那东西。而就在我打开灯的那一刻，它不见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幻觉还是别的什么。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它不要伤害我。可今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几道带血的抓痕，一整天都没有消。一位叫做麦丽的女孩说，最近她的家里开始接连发生一些怪事。起初她并没太在意，直到一天晚上，她的猫在厨房里突然发狂，那种尖叫声、炸毛、四处乱扑的样子，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麦丽吓坏了，赶紧上前去抱住她，可就在那一瞬间，猫却狠狠地抓了她一爪。
虽然什么也没看见，但麦丽很确定，一定是什么看不见的可怕事物吓到了她的猫。最近，这位女士也经历了一些诡异的事情。那天，她正和孩子在卧室里休息，突然一声巨响惊醒了他们。声音来自厨房，她赶紧起身查看，发现搅拌机摔在地上。奇怪的是，电源早就切断，没人动它，可它怎么会自己掉下来呢？几天后，她似乎找到了答案，在孩子卧室的监控画面里，她看到了那一幕，让她脊背发凉的一幕。 I literally ran up there so fast. There's nothing in her room. 那道黑影可把女士给吓坏了，她迅速来到了房间检查，那房间里会留下什么痕迹吗？ Up here, there's nothing suspicious. There's no hair from like a rat or something that could have came in. This is marker. These are still tucked in on the sides, like they're still tight from, if somebody was trying to be underneath the blankets. I don't think that's plausible. So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what could be causing it. Oh my God, it's rocking. Fuck. 仔细看，角落里的摇椅突然自己动了起来，看来那家伙就在摇椅上坐着。但那道黑影是什么呢？女士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目前，她已经让孩子们离开了那间卧室，只等孩子的爸爸回来再解决这个问题了。住在一间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农场里，听起来仿佛是在时间的缝隙中生活。老旧的木板会在夜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尘土与陈年木香。一天，住在这栋农场里的这位女农场主正准备收拾厨房时，突然听到从地下室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那声音像是有人在轻轻挪动什么，又像是铁器碰撞的叮当回音。他愣了一下，心里闪过一丝不安，但出于好奇，他还是拿起手电，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那扇通往地下室的老木门。虽然当时这位女士吓坏了，但后来她叫来了自己的丈夫，他们夫妻发现这里也没什么，那刚才是怎么回事呢？那是2024年1月29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丈夫在外工作，家里只剩下他和孩子，可谁也没想到那天会发生一件让他至今都难以解释的事。看完这段影片，是不是有点懵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这位女士正躺在床上休息，忽然她发现房门自己缓缓打开了，门外站着她的丈夫，正静静地看着她。她愣了一下，还以为是丈夫提前回家，可对方只是看了她一眼，转身默默离开了。出于好奇，她立刻起身追了出去，但门外空无一人，丈夫就这么消失了。与此同时，屋里的那扇门又开始自己轻轻地晃动。慌乱之中，女士掏出手机发消息问丈夫：“你刚才在干什么？”而丈夫的回复让她彻底毛了：“我在
公司吃午饭呢。那刚才出现在门外的人到底是谁呢？难道不是她的丈夫吗？又或者那根本就不是人呢？这是一处被当地居民称为诅咒之地的地方，这里曾有2栋相邻的房屋，奥田家与前田家，一栋建在旧墓地上，一栋在它旁边。从建成的那一天起，数十年间，无论是谁搬进这里，都会陷入同样的结局：精神崩溃、自杀、失踪。有人说这片土地埋葬过亡灵，也有人说这里从来就不该盖房。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2栋房子，看看所谓的诅咒之地究竟隐藏着什么。博主们先探索的地方是前田家，但这里并不是详细的调查，只是拍摄了一些画面。随后他们就赶往了身后的房子奥田家。しかもちょうど覗けるぐらいですね。そうこんな風に微妙に開けておく理由がないじゃん普通は。本当覗き穴だよな。でも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んだけど。向こうの家。なんかめっちゃ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やんこれ。ちょっと見てこれ。あ、違うか？いや、わからん。ちょっと待って。今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てるマジで。マジ？さっきまで俺らがいた場所そうそうそう。じゃん？気のせいかわかんない。博主发现对面的前田家里好像有人，但那真的是人吗？でも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んだけど。向こうの家。なんかめっちゃ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やんこれ。ちょっと見てこれ。あ、違うか？いや、わからん。ちょっと待って。今人いるように見えてるマジで。マジ？さっきまで俺らがいた場所そうそうそう。じゃん？ちょっと見てこれ。あ、違うか？いや、わからん。其实呢，他们的发现不止这些。他们当时在前田家的时候，拍摄了一些关于奥田家的画面，有一处画面十分的诡异。あっちが問題の家だ。わあ、なんか若干開いてんの怖いね。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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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窗户上的木头动了，但具体是什么情况，博主也不好确定。此时，博主黑肉来到了前田家，就是刚才人影出现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空荡荡的屋子，并不会因为某些家具的阴影而让博主看错。那博主刚才在对面看到的人影，确实是没错了。そのまままっすぐこっちの家来て今2階だよ。は？何？ちょっと待って、何？どうした？怖いんだけど。そうだよそうだよ。ちょっと前にめっちゃ人が入ってくるような場所だったよ。2个人通过电话以后，决定先回到车上，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调查方向。那就先走吧。あ、なんかこっちのさっきの向こうの部屋と同じような生臭さあるぞ。你看到什么了吗？あ、なんかこっちのさっきの向こうの部屋と同じような生臭さあるぞ。我们现在去看看博主 Tomo 那边的情况。通过刚才的电话，我们了解到博主 Tomo 他还在奥田家里，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听到了脚步声。こっからさ、こうめっちゃ見えるもんねこれ。見える。ちょっとあれ？扉聞こえた？
ヒロ君来た。帰ってきたってこと？あっちの家行くっつって戻ってきた。なんか忘れ物したのか。帰ってきたのかな。ヒロ君。確実に誰か入ってきたよね。あ、ちょっとヒロ君いるのかな。ちょっと聞こえるよ。あれヒロ君？ほんとちょっと前にね。聞こえたよね。聞こえた。Tさん聞こえたよ。聞こえた。なんか今。怖いんだけど、何？普通に声聞こえた。声。ほんとちょっと前にね。听起来就是一个女性发出的声音，但真的很奇怪，一栋房子里出现了女人的人影，一栋房子里听见了女性的声音，这就是博主们白天调查时候发现的情报了。现在夜已经深了，是时候开始最刺激的调查了。はい、今 T さんが降りていきました。さっき俺らが階段見上げた時、確かにこんな感じのこんな感じの明かりだ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確かにこんな激しくないですけど揺らいでたの。今この場所に一人っきりです。でヒロ君が俺らしき人物、絶対俺ではないんだけど俺らしき人物を向こう側の家から見たらしい。もともとそういう噂がある場所、それを機にね、向かいの家の方が心をね病んでしまったような噂がある場所なんですよね。相変わらず嫌な重い空気はすごい感じますね。想像です、俺の。もうこれは根拠がないんだけども、こっから覗いてたのは男性のような気がする。なんかそんなイメージが頭の中に流れてきた。ずーっとここに立って向かいの家を見てる男性のような姿が若干想像できるんですよね。なんか今一人っきり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特に何か物音とかも聞こえないですね。一人きりになった方がもしかしたら聞こえないんだよな。ちょっとしばらく待機してみて、何もなかったらまたちょっと T さんと合流しようかなと思います。なんでだろう、一人っきりになった瞬間ですか、一人っきりになってから全然物音聞こえなくなったさ。不思議なんだけど。一人検証してみました。でも特に何か変わったことが起こらないかったです。なんでちょっと T さん呼んで交流しようかなと思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す。じゃあ T さんこれい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でした？いやなんかね、一人になったら、特に何にも起きなかったんだよな。でも全然俺にはなんか感じれないんだよ。ちょっと一人だとね、やっぱり何にも起こらなかったんで、ちょっとまた二人でここに待機してみますか。そうだけね。ヒロ君があっちから見た人、俺に似た人っていうのがさ、こんな感じで多分覗いてたんだろうな。いや、ほんと、ちょっと待って。今、ふすま動かなかった。どうしたちょっと、なんか今、なんか見えなかった。いや、見え、どういうこと？丸いものが見えたけど。ちょっと一瞬だったんで、わからなかったけど。見えてない。俺は見てない。こっちにちょっとトムさん見てみて。こっから見てみて。そこに見えたってこと？光の加減かな。ちょっと、いや、顔かと思った。でも確かに。这位博主的助手说，可能是自己刚才看错了，那张脸可能是光影的错觉，但我可不这么认为，那明显就是一张脸啊！此时的博主黑柔正在前田家里调查，可是这一次他那边却没有什么收获。不久之后，偷摸撤出了奥田家，轮到黑柔
前来独自调查。在最后的影片里，你看到了什么吗？那时候博主低下了头，但幸好胸前的摄像机还开着。好吧，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我们的节目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飞鸿禁地，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黎明将至，我们午夜再见。